青岛崂山，今天去这个道教名山转一下，海上第一仙山。昨天来青岛时候天气特别好，今天又下雨了，下雨也要去啊！走进去看看，门票150。海上名山第一崂山，刚才来的时候啊，大巴车就在这山腰间盘旋，旁边就是大海，就是悬崖，海水特别的清澈啊，碧绿色的。坐那个大巴车过来的，现在还下雨啊，要步行上山了。这种天气来爬崂山啊，连个旅游团都没有，游客都没几个呀。道路两边很多商铺啊，现在可能是淡季，游客少，都没有开呢，这商铺没有人经营啊。路过一个小瀑布，景色还不错啊。到达上清宫，上清宫门口有一棵千年银杏树啊，非常粗壮，26米高。道教有3大宫：上清宫、太清宫和玉清宫啊。上清宫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。这个是蒲松龄的雕像，他是山东淄博人，康熙那时候的人啊。他在崂山这边写了个《崂山道史》那个小说，崂山道士会穿墙术，就是他小说里写的啊。这个院子就是当时蒲松龄写崂山道士的地方啊。当时蒲松龄坐在这个亭子里面，有一个小道童给他送茶，天色已晚了，月亮当空，他就看到墙那边啊闪过一个人影，突然给了他灵感了，他就写下这个崂山道士穿墙术了啊，就是这面墙。这个穿墙术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，就是这边触发的灵感，然后写成小说。小说里写的是一个叫王七的人，他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听说崂山这边有道士，他就想来这边学法术啊。在他软磨硬泡之下，道士就收他为徒了，但是一直没有传授他什么法术，他就很灰心，想离开崂山啊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他就看到这个道士用纸剪了个月亮，这个月亮就挂到天上了，然后从月亮里嫦娥也出来了，在这里给他们唱歌跳舞。他就觉得这个道士真的是有法术的，他就又留下来想学习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道士把穿墙术就传授给他了，他立马从这里离开回家去了，回家跟他老婆炫耀，他说我学会穿墙术了，给你表演一下，说我们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说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啊。然后他表演的时候啊，这个法术就失灵了，穿不过去啊，撞得他头破血流。他为什么穿不过去了呢？因为他心中生了邪念了，想做坏事，所以法术就失灵了。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就是说做人要行得正，不要想这些歪门邪道，不要想走捷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虽然穿不了墙，但是在这个门口有2棵树穿了墙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才是正宗的穿墙术啊。到达崂山的太清宫，太清宫是崂山里面最重要的道观，2100多年历史了。来崂山必去的道观啊，里面有个很高的老子的雕像。传说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嘛。这个太清宫是单独买门票的，27块钱，不包含在大门票里啊。太清宫入口，张三丰、王重阳他们都来这里修炼过啊。还有那个蒲松龄写《聊斋志异》也在这里写过，还写下了那个崂山道士会穿墙术的那个故事啊，也发生在这里面。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太清宫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啊，3面环山，1面临海，风景非常好。这个太清宫它是在西汉就建立了，当时有一个当官的人叫张连夫，他是过够了这种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了，他就辞官以后来崂山这里出家当道士啊，建立了这个太清宫。太清宫也是整个崂山历史最悠久的了，2100多年历史了。后来全真七子的丘处机也来这里讲学呀，很有名的。这个里面是3官殿，正对面供奉的就是天官、地官和水官，其实就是尧舜禹啊。在他的右手边是祖师殿，
里面供奉的张连夫、王重阳和张三丰。这个张连夫就是太清宫的创始人啊，他是最早来这儿的嘛，就是汉武帝那时候，他的地位还在张三丰和王重阳之上啊。这边是七真殿，是王重阳的7个弟子，大弟子就是丘处机啊。王重阳创建了全真教，全真七子是丘处机、马玉、谭楚端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刘楚玄、孙不二。院子里有一个白山茶，山茶花，这个花是冬天才开的，都是白色的，只开花不结果。太清宫的山顶有一个巨大的老子雕像啊，它这个造型是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寓意着老子天下第一啊！因为他是道家创始人嘛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个造型啊，就是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。现在在尼泊尔的那个蓝毗尼佛祖那个园子里面也有一个这个雕像啊，也不知道这个手势哪个才是正宗的啊，一个是佛教的创始人，一个是道教的创始人。他这个造型是根据唐代画家吴道子画中那个形象打造的啊，独一无二。在他旁边就是他的坐骑，一个青牛，这也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。现在爬到太清宫最高处了，就是老子雕像的下面，这里风景真是太好了，可以看到整个太清宫的样子，还有远处的大海。海面上风平浪静啊，海里面还有几座小岛，无人小岛，就像海上仙山一样。不愧是道家洞天福地啊！以上就是崂山太清宫的情况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青岛崂山，崂山被称作海上第一仙山。现在咱们去它的最高峰看一下啊，从这里进去坐大巴，那边是售票点，票价是150。买好票来这里坐车，它是分2个路线啊 ，A 线是去太清的 ，B 线是去飓风的。昨天我去了太清了，今天去飓风。这个太清是单独收费的，收27啊。在这里坐车，飓风就是这边的最高峰啊。坐大巴车到达半山腰，这里是索道站，也可以爬上去啊，也可以坐索道，索道40块钱单程。坐索道是到达这个地方啊，并不是到山顶，从这里下了索道还要爬一段路呢。走，我打算坐上去，然后走下来啊。坐索道上来了，坐索道只需要10分钟，如果从那边走上来的话，要1个小时啊。现在继续往山上爬，那里有一块巨石，感觉要掉下来一样啊。这是上山的路，这个崂山山顶其实是一个环线啊，可以绕着它转一圈，不走回头路。但是现在这一段封山育林嘛，封闭了，所以从索道这里上来啊，只能到07峰这里转一下。这里海拔1033米，它还不是崂山最高的，崂山最高是1032米这个地方，这里现在去不了啊，上面是一个军事基地。这上面是按照易经八卦嘛，有8个门。这转一圈是2个半小时啊。现在到离门了，这地方海拔1000多米。看这个面包啊，已经鼓成这样了。山上那个气压低，已经鼓鼓的了。刚才看到的那个巨石，太独特了。那里还有一个桥呢，一个拱桥。这山顶上全都是巨石山峰啊！海上名山第一，崂山。在山上经常能看到这个大石头下面支了很多小棍儿啊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代表一个人能强健筋骨、强身健体的作用啊！我也支一个，腰不好的人可以支一个啊，支了很多了。就是力气很大，顶起石头的意思啊！力大顶起石。哇，到达刚才那个拱桥了，叫做先天桥，架在2座巨石之间啊，
这个落差几十米，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。那边有一个亭子叫摘星亭，看景的好地方啊，这里是远处就是大海，那里就是灵旗峰，就是这个山峰的最高点。终于到了山顶了，看看这山顶是什么样的啊？只有很小一个平台，后面是一块大石头，那个上不去了。这个地方1033米的海拔，站在这里环视一周啊，这里视野也是最棒的啊，特别开阔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刚才那个先天桥，还有摘星亭，手可摘星辰的感觉。这个崂山是道教名山，爬到山顶啊，感受一下这个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青岛崂山。崂山被称作海上第一仙山，也是道教名山。这个视频带大家去崂山最著名的景点羊口景区去看一下。山上有个太平宫，这是道教的宫殿，门口的大石头上写的清净无为，无为即有为，这是道家思想啊。现在是有道士在里面修行的。这个宫殿也是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下令修建的，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，进去看一下。一进门就是海上宫殿，这里也被称作海上仙山。这个太平宫里面供奉的是妈祖啊，妈祖是福建莆田那边的一个女神，在海边的人会供奉这个妈祖啊，保平安的。这里有一个元代的古柏。太平宫后面有个狮子峰，这个是观海上日出的绝佳之地，像不像一个狮子呀？不怎么像啊。狮子峰上面视野好宽阔的，上面都是大石头呢。山海奇观，再往这边看一看，哇塞，就是从那个地方爬上来的，那里是入口。下面都是村庄啊，橙黄色的屋顶，云淡风轻，山河永固。一会儿要爬到那个上面去啊，走，继续走。这里有一块石头叫绵羊石，长得很像绵羊吧。这山上有一个超大的寿字，雕在巨石上面啊，这一排全都是寿字，有天下第一寿之称。有数不清的寿字啊，下面是松树，真是寿比南山不老松啊。这里的风景已经非常好了，但是我相信山顶会更好。继续往山上爬，全是这样的山路。现在索道没有开，到达密天洞，要从这两个峭壁之间，从这缝隙里上去啊。这里面阴暗潮湿，需要打开手电筒。那个洞也比较狭窄啊，胖的人估计也穿不进去。这也算是崂山的一大奇观。哇，还滴水呢，这里头啥也看不到，黑不隆咚的啊。很潮湿地面。这个地方太窄了，胖一点的过不来。哎呀，我踩水里了。从这大石头缝里穿上来啊，这里有一个咫尺天涯，果然是很奇特。这个地方，这个风景已经很美了，再往上还要爬呢。哎呀，这里有个神龟探海，看看像不像啊？这个石头像不像一个乌龟？这是龟头，头向下看着远处的海，神龟探海。哇，这里有个必经之路，这么窄啊！
2块大石头中间，松锁了，肚子大的不好过啊！那松锁了，看着不像。哇塞，一线天，这就是个石头山呐、上面是最大的一个大石头，远看石头大，近看大石头，石头真是大，真是大石头。终于到顶了，哇，这顶上的视野真是太开阔了，景色也一级棒。看一看啊，站在这山顶啊，可以远眺远处的大海，海天一色啊。海中间有很多无人的小岛，不知道岛上有没有人住啊？可以看到那个村庄、沙滩，在这里看个日出就好了，东海日出。这里有一个崂山的石刻，这里是拍照的最佳位置啊。从山脚下爬上来要1个半小时左右吧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到达山顶看到这个美景，感觉很值得啊。这里还不是最高峰，最高峰在后面呢，只不过后面已经没有路了啊，去不到那边了。我这就是标准的游客打扮啊，背个小书包，人家一看就是来旅游的。青岛前面有一个农贸市场啊，打算去里面买点海鲜，找个啤酒屋加工一下，看看这边的海鲜贵不贵啊？这一看就是当地人来的农贸市场，附近都是这里的居民。哎呀，这虾都活蹦乱跳的啊！我买了1斤。你看这边还有小龙虾，超大的小龙虾呀！我再买点其他鱼啊。这边是蛤蜊呀，你看这蛤蜊，这个肉它都吐出来了啊，新鲜的，都是活的，活蹦乱跳。这个是9块，这个15两斤，我买了10块钱的啊。再去买点别的，还买了一条带鱼啊，20一斤，买了一条10块。买好了，找个啤酒屋加工一下。菜市场附近就有很多啤酒屋啊，进去加工一下。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啊，口碑还不错，门口就是放的啤酒罐。看看这边的啤酒屋啊，已经有人了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哎，帮我加工一下嘛，你看一下。好。买了1份蛤蜊、带鱼和那个什么呀虾，这个加工多少钱呀？这个带鱼是15到20，你这是15。我这个鱼小15啊。对。这个呢，这个大虾5元，5块钱的大虾。对，5块钱，对。那个蛤蜊呢？炒蛤蜊是10元。我辣椒少一点啊。好了。这是加工费。好。这老板90后的是吗？对，92年的。比我小多了。创业。这就是青岛本地的啤酒屋啊，夫妻店嘛，你们这是？对。3日干。好嘞。给我来一扎啤酒嘛。啤酒怎么卖呀？啤酒是喝1送1。一扎吗？对，7块一扎。7块一扎。对，你给我来一扎吧。好嘞。7块钱，然后喝1扎送1扎呀？对，喝1扎。哎呀，这2扎我也喝不了啊，就我一个人。一晚上要把这4桶都卖完吗？对，有的时候还不够卖。然后门口都摆了很多小桌子，现在是晚上的不到6点钟，一会儿就坐满了。做的还挺快的啊，已经上桌了。青岛大虾，这个是35一斤啊，我买了40块钱的，1斤稍微多一点。这个加工费是5块钱，它是煮的。这个蛤蜊20块钱的，全部都开口了。你看，我买的时候20块钱的买的，
加工费是10块钱，这个是爆炒的，我要的是少辣椒的，我吃不了太多的辣。然后弄了个拼盘啊，毛豆和花生的，这是12块钱。然后再来瓶啤酒，太棒了啊！来青岛旅游啊，就是要喝啤酒、吃嘎啦。这边的啤酒屋也是青岛特色啊。你看人家那边都是2个人啊、3个人一起来喝酒啊，像我都是1个人在这里搞个海鲜吃，也是不错的。先吃个大虾嘛，老板给我准备了2个蘸料，一个是生姜的，一个是这个芥末的。我先蘸个芥末的吧。这才是当地人的生活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嘎啦呢，也不用拿筷子了，直接这样拿起来吃吧。太美味了。最重要是要喝口这个啤酒啊，这都是青岛当地的啤酒，跟你在超市里买的那个罐装的、瓶装的是不一样的。哎呀，太爽了！带鱼也上来了啊，看看这个手艺怎么样。带鱼买小了啊，买了个小的。吃完了，哎呀，我1个人又吃又喝，造了这么多啊，一桌子啊，一共是花了120块钱，加工费30，酒和这个毛豆20，海鲜买了70，120，可以吗？最后一口酒喝完回家了啊！这个啤酒馆的气氛真好。完美。我现在青岛的崂山，崂山已经旅游完了，刚从山上下来，我在这边玩了2天。这个视频出一个旅游攻略吧，比如说崂山上怎么规划线路，还有这个门票多少钱啊？山上物价贵不贵啊？简单讲一下啊。手里有一份崂山的地图，对着地图说一下。打开地图，这就是崂山的全景图了。先整体看一下情况啊，它是在海边的一座山峰，是中国海岸线上最高的山峰啊，1130多米。它有5个小景点呢，看这个绿色的字：羊口、酒水、华岩、飓风和太清景区。这5个景点在1天之内是转不完的。像我就玩了2天啊，2天我都没有转完。分开讲一下，这5个景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太清景区，这个算是崂山的大本营吧。我们来崂山旅游主要是感受这个道教文化，这个里面就是有崂山的第1座道观开山道观。历史上很多名人，比如说王重阳啊、全真七子啊、张三丰，他们来崂山都是在太清宫这边修炼啊。现在呢，这里还有很多道士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去的一个景点，而且这个是单独收费的，收27块钱，它不包含在门票里啊。而且太清里面也是那个蒲松龄写崂山道士的地方，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老子雕像，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嘛，所以在太清就是感受这个道教文化。然后就是飓风景区。飓风是崂山这边最高的山峰，海拔1130多米。飓风可以坐缆车上去，单程40块钱，在山顶可以一览众山小啊，感受这个道教的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也可以远观远处的大海，这里风景特别的雄壮，很值得一去啊。然后就是北边的羊口景区，这个也是必去的景点。羊口呢在山顶上。可以看到这个海天一色，这个羊口和飓风的峰顶都可以看大海，但是羊口这边呢看到比较秀丽，比较精致一点。飓风这边呢就是很雄壮、很雄伟的那种感觉。飓风这个山离海呢还比较远，羊口这里呢就在海边，看起来它俩感觉不一样的。还有华岩和酒水景区，这2个景区可去可不去啊。因为华岩这里是个佛教寺庙，建成的年代也比较晚。我们来崂山呢，主要是感受这个道教文化的，这个佛教寺庙就可去可不去。酒水呢，它是以自然景观为主，就是一个瀑布。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呢，就水流很小；夏天的时候水流还大一点，所以去不去都行。
这就是5个景点的情况。再说一下门票和交通吧。门票150块钱，包含这些景点的票，还有这个往返的大巴车，但是不包含这个太清景区啊。太清单门收费27块钱，刚才已经说了。这个交通的话呢，它是有2个出入口，一个是南边的这个客服中心，一个是北边的羊口景区这里。不管你是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，首先要到达这2个地方，然后才开始游览。如果你是到达南边这里啊，直接坐上景区大巴就可以去飓风啊，去太清。它这个大巴车是往返的，基本上10几分钟一趟车吧，还是挺方便的。但是如果你要去这个华岩和羊口景区呢，这边是不通大巴车的，你必须坐公交车啊。公交车1块钱，就是说它这个大巴车只包含了这一段路啊，北边的这一段它就不包含，你要换公交车过去。不过公交车也还行吧，车次也挺多的，而且速度也快，几分钟一趟。而且这沿途啊，它是在海边开的呢，而且都是在悬崖绝壁上，这风景也是特别好看，我们可以开一路看一路的风景。再说一下吃饭问题。在这一段呢，有很多村庄嘛，你就可以下了车去村庄里面吃饭，就便宜一点。在这边全都是景区啊，景区的东西都卖得很贵的，大家也都知道。然后在太清的售票处这里是有一个肯德基的，就是外面25的套餐，里面卖50块钱吧。我中午就是在这儿吃的，还可以吧，吃的挺饱。虽然说价格贵了一点。再说一下1日游和2日游的问题。这每一个景点呀，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的游览时间。如果你只有1天的话，其实可以把羊口、太清这2个转一下，然后时间还富裕的话，你可以去飓风或者是华岩挑一个。它这个门票是管2天的，你可以第2天再继续过来游览，晚上可以住在这个景区里面，也可以住在民宿，当然你也可以坐地铁回市区，第2天接着过来游玩。这边就是地铁线啊，这边交通还是很方便的。这就是崂山的整体情况，通过我的讲解，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吧？好，这个视频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现在山东威海，走遍四海，还是威海。我今天从青岛坐车来的威海啊，这边感觉好冷啊，可能是阴天的缘故吧，感觉比青岛要冷。威海也是一个度假旅游城市啊，环境很美。海边这里有很多人在干嘛呢？这是，我看他们拿着小铲子在挖呀挖，是不是在挖海蛎子呀？青岛那边叫嘎啦，应该就是挖那个贝壳之类的吧，赶海呢。威海这边的海真的是，这个地势特别平缓啊，从这里可以直接走到这个海中间去，这里也没有多深的。你看那里。那海中间还有人呢，它涨潮的时候，海中间那个平地就淹没了；落潮的时候就露出来了，可以走过去的。看这个不深的，还刚淹了他的脚脖子啊！去看看他们挖什么呢？沙滩上全是海水啊，现在应该是退潮了。很多贝壳之类就藏在这沙子里啊。需要拿个小铲子把它挖开，就找到了。我看他们挖的多不多？哇塞，这个都挖了1桶啊！就是这个，好小啊，这贝壳。这个挖了多久了？你这个？这石头1个小时啊？差不多。1个小时挖这1小桶啊？还可以啊，收获可以的。就是稍微有点小啊。都是这样。这是每天下午开始挖是吗？退潮时候。退潮有的是上午，有的是下午。有的时候是上午，有的时候下午。还有的是晚上。海边的风好大呀，有一点冷啊。我要回去了。
我在那边订了个高层海景房啊，就在那边的高楼里面。这边就是火车站，交通也很方便。带大家看看威海这边的海景房贵不贵啊？走。我发现威海有很多韩国餐馆，烤肉店啊，什么那种冷面店，而且韩国字也挺多的。到我住的酒店了啊，这边是公寓楼，这边是写字楼，我住这边。看看我在威海住的房间，这是一个公寓，现在改成民宿了，还有做饭的呢。这边是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。现在很流行把公寓改成民宿啊。上次在青岛也是住的这种公寓酒店，还有2个大的窗户，采光非常好。整个房间应该有30平左右吧。我一看这个房间就是新盖的，各种设施非常新，这个楼也是新盖不久。关键还是海景房呀，这边的窗户是能看到大海的，虽然是侧面的海景啊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下面还有个学校，学生正在那儿操场上跑步呢。刚才我就是在那个沙滩上玩呢。我就喜欢住在这种高层的房间里面，在窗户边啊，坐在这个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嗑着瓜子，喝点小啤酒，非常的爽。尤其是新到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你可以站在高处一览无余，看看威海的这个市景啊。下面是一个美食城，这个地方是很多韩国餐馆啊，这里面因为这里很多韩国人的。对面就是那个火车站了，那个金色房顶的那里就是火车站。威海的市容还是不错的吧。这个美食城到了晚上特别热闹，今天晚上我就去这里拍一下。这么好的房间啊，大家感觉要花多少钱呢？在威海这个地方，而且又挨着火车站，又可以看海，才110块钱啊。如果是别的房间，没有侧面这个窗户，更便宜，是100以内。哎呀，威海消费还是可以的啊。这个房间还是挺满意的吧。这里还有洗衣机，那里有冰箱。哎呀，真不错呀。好喜欢这个大床房啊！有人来和我滚床单吗？我现在山东威海，要坐船去刘公岛玩一下，坐后面这个船。刘公岛是一个有文化历史意义的地方啊。这个船是2层，好多人呐。这是船舱里的1层，全是长条的座位。去2层看一下吧。2层是看风景的。3层那里上不去啊。2层的视野更好，一会儿开船的时候就站在这甲板上，可以拍照啊什么的。去船舱里看看。身后那个就是刘公岛，它离威海并不远，坐船也就10几分钟就可以过去吧。这个船票加门票是122块钱。这个岛虽然不大，但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挺深的。李鸿章的北洋水师那个就是基地，然后中日甲午海战这个也是主战场啊。哇，还有海鸥在船尾一直跟着船在飞呢。拿个面包可以扔到天上去喂海鸥啊。海鸥越来越多了，洁白的浪花。在这船边看着白色的海浪啊，有点头晕的感觉，像大海要吸进去一样。马上就上岛了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公岛是中间高，四周围低，中间最高峰那里可以爬上去的100多米的海拔。上岛了，这里有一个刘公岛的地图，看一下整体情况，它一共是3平方公里。这个黄色区域是参观的，其他地方是去不了的，尤其是这个后山，现在还有部队在驻扎呢。可以坐船，绕着刘公岛转一圈啊，票价60，也可以坐岛上的电瓶车，也是60块钱。
来刘公岛旅游就是看历史的，讲一下刘公岛的历史吧。1888年，在这个岛上成立了北洋海军。仅过了6年，1894年的时候，中国和日本爆发了甲午海战，然后中国战败了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啊。中国战败，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，然后就是割地赔款。仅过了4年，1898年，刘公岛又被英国人强占了，一直占了42年。威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这是威震海疆的意思，所以当时国家在这里成立了北洋海军，对威海也是寄予厚望的。岛上有一个甲午战争博物馆，记录了当年那段历史啊。上面的雕像是邓世昌。甲午海战可以说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。北洋海军在当时呢是号称世界第4、亚洲第1的这个海军战斗力，结果跟日本打了这一仗，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，啪啪打脸啊！这就是腐败的清政府。为什么被打输了呢？很多人说那个缺少海军军费，这个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去盖颐和园了嘛。慈禧太后过60岁生日啊，在颐和园里拍的照，这是颐和园里面的这个石化坊，挪用海军军费修建的。这就是北京颐和园的这个全景。这个岛上的历史遗迹非常多，大部分是跟战争有关的。岛上的环境非常漂亮，那边是上岛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长长的栈桥，栈桥的尽头有个灯塔，坐着这个轮船过来呀。对，前面这个是提督署，就是当时北洋海军在这边办公的地方。门口2段石狮子啊，像是述说着当年往事一样。当时的提督就是丁汝昌。这里有一个牌匾，海军公所，这是李鸿章题写的，但是那个原牌子啊已经被日本人拿走了，这个是后来又复制上去的。最中间的主厅上面写着威震海疆，这就是威海名字的由来。李鸿章来了这里2次，在这个厅宣读那个圣旨啊，还接见这边的高级官员，就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李鸿章一手创建了北洋海军。丁汝昌寓所，丁汝昌在这边住了6年时间，他是北洋水师的提督，就是这边的最高指挥官。后来是战败，自杀殉国了。这边是水师学堂，是北洋海军培养军事人才的地方啊。当年已经毁于战火了，现在都是重建的。现在到了刘公岛的山顶了，这是岛上的制高点。山顶有2门大炮，这是当时德国科鲁波工厂的大炮。那边还有一个。这个炮管是8.4米，直径是24厘米，最大射程是6公里，打得非常远。它是360度都可以转的，看底下有一个轨道，沿着轨道就可以转这个方向啊，哪里来的敌人就往哪里打。有这2门大炮就可以封锁威海这一片的海域啊。对面就是威海市区了，看得很清楚。参观完这个大炮，我有一点感想啊，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先进的大炮，还有当时亚洲第1的这个北洋水师、北洋舰队，还是没有打过小日本呢？为什么还是被人家全歼了？显然我们不是差在装备上了，那么我们到底是差在哪里？谁能给个解答吗？